先放30秒的小视频，是看似平淡无奇的30秒，里面有2个我选出来的例子。那通过这个路口感觉平淡的好像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地方。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普通？是不是没有尖叫啊？没有我操！我坐在车里面也确实觉得很平静，很理所当然。但是仔细拆分这30秒，其实有很多看点啊。以下我给大家回放和逐帧看这个细节。大家先看看前面15秒这个第一段，你看到了这个地方其实前面已经被动态的目标阻挡这个行车路线了，只不过是动态目标嘛，它不是禁止堵路的，所以 NGP 并没有打算被动停车，只是很缓的减速，所以体感上不会有顿挫。果然逼近到这个地方呢，之前的动态目标已经散开了有通行的空间，但左右侧依然有个带威胁性的目标靠近，正前方也有横过马路的这个2轮车，大家注意一下车速，到了这个地方也都没有频繁的大幅度加减速的，保留了均速溜车静观其变。右边的2轮车自己已经躲开了，左边这个车呢，它的车头方向看似好像要撞过来，以往的智驾系统来到这种情况经常会给你来个急刹的，但你看 NGP 它只是轻轻一摆就避开了然后马上加速，因为 NGP 对于这台2轮车的相对速度和轨迹早就有预判，处理这个细节的时延也非常的小非常的短。这种情况对于人手驾车也是一样的，轻描淡写就可以绕开，不会因此就惊慌失措的刹停等这个2轮车走开之后再开动的。所以也就是这么轻描淡写，整个通过的过程体感上都很流畅。然后我们再看后半段后面这15秒之前呢，其实刚好我们遇到一个3轮车把整个车道的速度都压下去了，但是远处一直有对头车，所以 NGP 还在找机会超车。大家看对向车道是有公交车的，好，公交车过去之后大家要注意看后面还有一台对头车，但是 NGP 观察到在后面的大片区域已经没有其他的对头车了。你看这个时候超车的轨迹已经出来了，超车的过程必须要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不能磨磨唧唧的。所以大家看这个对头车还没完全过去之前，方向盘已经往左摆动了同时提速到时速的40，一下子就完成了这个超车绕行。刚才这些小动作也是回来看录像拆分复盘才发现他的动作这么细腻当时坐在车里面我只感觉到很顺很舒服，跟自己开车的预期是很接近的。使用辅助驾驶开车呢，以往最难受的地方就是跟自己的那个预期差异太大，经常是他做什么动作呢都比自己的那个预期要慢半拍甚至慢几拍，所以很多人在驾驶位上就耐不住性子了。所谓的国民之驾并不是大家最近看电影的飞驰人生，也跟什么类似的什么纽北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服务大家日常生活的工具。我选的这2个也并非故意找个什么窄路施工来炫耀一下，哇太厉害了。这是春节前我开车去佛山花市，在佛山的一段路，因为目前只允许放30秒视频，所以我把它截出来了。好，这段30秒介绍完了，后续还会持续更新很多的30秒。